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有些秘密注定要在最不经意的时候揭开。当我拎着那个破旧的纸箱子走向公司大门时，财务部的杨慧敏追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协议。她不知道这一刻的到来，我已经等了整整3年。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11月的北风刮得格外凶，我紧了紧身上那件已经穿了2年的黑色大衣，手里的纸箱子不算重，里面装着一些个人物品，一个水杯，几本工作笔记，还有一盆快要枯死的绿萝。这就是我在华远科技公司3年的全部痕迹。陈正成，你等一下！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回过头，看见财务部的杨慧敏小跑着追上来，她的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击出急促的声响。怎么了，小杨？我停下脚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杨慧敏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她今天穿着一身米色的职业套装，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但眼神中隐约透着些许不安。陈哥，不好意思，有个协议忘记让你签了。他将文件递向我，这是离职保密协议，需要你签个字。我看着他手中的文件，没有立即接过来。办公楼的大厅里人来人往，同事们匆匆走过，偶尔有人向我投来好奇或同情的眼光。毕竟被辞退这种事在这个圈子里传播得很快。保密协议，我轻笑一声，保什么密？杨慧敏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这样问，她的表情有些僵硬。就是一些常规的条款，关于公司商业机密什么的。我将纸箱子放在地上，接过那份协议，标题写着离职员工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密密麻麻的条款看起来很专业。我快速扫了一眼，大概是一些限制我在同行业工作，不得泄露公司机密之类的条款。这协议很重要吗？我抬起头看着杨慧敏，当然重要。她连忙点头，这是公司的规定，每个离职员工都要签的。我注意到她说这话时眼神有些飘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那如果我不签呢？杨慧敏愣了一下，似乎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不签，那就怎么样？我的语气依然很平静，但杨慧敏明显感受到了什么，她的额头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陈哥，你就签个字吧，又不是什么大事。她的语气变得有些恳求。我看着她，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杨慧敏是个好女孩，工作认真负责，对人也很友善。3年来，我们的工作交集不多，但每次见面她都会礼貌地打招呼。她不知道的是，我其实一直在等这一刻。小杨，你工作几年了？我突然问道。杨慧敏被我的问题打了个措手不及。2年多了。喜欢这份工作吗？还可以吧。他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问这些。我点点头，重新看向手中的协议。其实这份协议的内容我早就知道，因为3年前刚入职的时候，我就看过类似的版本。陈哥，你到底签不签啊？杨慧敏有些着急了。我还要回去上班呢。别急，我抬起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华远科技的真正老板是谁吗？杨慧敏皱起眉头，当然是谢广才啊，谢总。那股东呢？你知道都有谁吗？这个我不太清楚。他的声音变得更小了。陈哥，你问这些干什么？我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华远科技成立5年，
从一个小小的软件开发公司发展成现在拥有300多名员工的中型企业。在外人看来，谢广才就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唯一老板，但事实并非如此。3年前，我刚入职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项目经理，工作勤勤恳恳，加班加点，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拼尽全力。那时候，我刚从上一家公司离职，背着房贷和家庭的重担，急需一份稳定的收入。华远科技给了我这个机会。陈哥，杨慧敏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哦，不好意思，走神了。我重新聚焦到眼前的情况。这份协议，我需要仔细看看。还要看多久啊？杨慧敏看了看手表。我3点还有个会，不会太久的。我说着，开始逐条阅读协议内容。第3条，乙方承诺在离职后2年内，不得再与甲方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工作。第5条，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在甲方工作期间接触到的商业机密。第8条，如违反本协议，乙方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0万元。看到这一条时，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怎么了？杨慧敏紧张地问。没什么，就是觉得有意思。我抬起头看着他。小杨，你觉得我值50万吗？杨慧敏的脸红了。陈哥，你别开玩笑了。我没开玩笑。我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知道吗？3年来，我为这家公司带来了多少收益？杨慧敏摇摇头。她作为财务，或许知道一些数据，但显然不愿意在这种场合讨论。超过2000万。我说出这个数字时，杨慧敏的眼睛明显睁大了。而现在，他们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把我辞退，还要我签这样一份协议。我摇摇头。你不觉得很荒谬吗？杨慧敏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小声说：陈哥，我只是负责让你签字的，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时，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安和愧疚。你们谢总人呢？我突然问道。在开会。杨慧敏回答得很快，显然这个问题她早有准备。什么会这么重要？连我离职都不露个面。杨慧敏低下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看着她的表情，心中涌起一阵同情。她只是个执行者，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小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的语气变得温和一些。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一直为之工作的公司，其实有着你不知道的秘密，你会怎么办？杨慧敏抬起头看着我，眼中满是困惑。陈哥，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奇怪？奇怪吗？我笑了笑，可能是因为终于可以不用伪装了吧。就在这时，电梯门开了，走出来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行政部经理韩桂英，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性，精明干练，在公司里颇有威信。跟在他身后的是市场部的几个同事，其中包括我曾经的下属薛玉彤。看到我还站在大厅里，韩桂英走了过来。陈正成，怎么还没走？他的语气很直接，没有什么客套。在签协议。我举了举手中的文件。韩桂英看了一眼杨慧敏，后者立即解释：韩经理，陈哥在看保密协议。还在看？韩桂英皱起眉头。有什么好看的？签个字就行了。我注意到薛玉彤站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她是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去年刚大学毕业就进了公司，被分配到我的项目组。工作上我们配合得很好，生活中她也经常向我请教一些职场问题。玉彤，你也觉得我应该签吗？我问他。薛玉彤张了张嘴，但没有说话。他
他看了看韩桂英，又看了看我，显然很纠结。陈哥，他最终还是开口了：公司的规定，你还是遵守比较好。我点点头，没有为难他。行了，别浪费时间了。韩桂英有些不耐烦，签完字赶紧走，别影响其他人工作。说完，他就带着其他人走向会议室。徐玉彤走在最后，经过我身边时，他停顿了一下，小声说：陈哥，保重。然后就快步跟上了大部队。大厅里又只剩下我和杨慧敏2个人。陈哥，你看，杨慧敏显然希望赶快结束这件事。我重新看向手中的协议，心中计算着时间，还不到时候。这份协议是什么时候准备的？我问。今天上午吧。杨慧敏回答。韩经理让我准备的。今天上午。我抓住了一个细节，那昨天通知我被辞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起给我？杨慧敏愣了一下，显然她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忘记了。她的语气很不确定。忘记了。我重复着这3个字。看来这份协议确实很重要，重要到需要临时准备。陈哥，你到底想说什么？杨慧敏终于忍不住问了。我看着他年轻的脸庞，想起自己刚工作时的模样。那时候的我也像他一样单纯，对公司充满信任，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会有回报。小杨，你相信命运吗？我问道。命运？他被我突然转变的话题搞懵了。3年前，我来华远科技面试的时候，谢总亲自接待了我。我开始回忆那段往事。他说这家公司需要像我这样有经验的项目经理，承诺给我充分的发展空间。杨慧敏静静地听着，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些。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公司正好接到一个大项目，急需有经验的人来负责。我继续说道，那个项目的甲方是一家很特殊的公司。什么公司？杨慧敏下意识地问。一家投资公司。我看着他的眼睛，专门做股权投资的。杨慧敏的表情有些迷茫，显然他不太理解股权投资和我们做软件开发有什么关系。那个项目很成功，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我继续说道，更重要的是，他让华远科技与那家投资公司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大厅里很安静，只能听到空调的嗡嗡声和远处传来的办公设备运转的声音。陈哥，这些跟签协议有什么关系吗？杨慧敏小心翼翼地问。当然有关系，我笑了笑，因为那家投资公司后来成了华远科技的股东。杨慧敏的眼睛睁大了。股东？是的，而且是大股东。我点点头，虽然从工商登记信息上看不出来，但他们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了华远科技35%的股份。这怎么可能？杨慧敏显然被这个信息震惊了。谢总不是说他是100%控股吗？他确实这么说过。我说，但现实往往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你好，陈先生吗？我是恒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林刚杰，关于您委托我们处理的事情，有一些进展需要向您汇报。杨慧敏听到律师这2个字，脸色明显变了。好的，我知道了，我简短的回应，然后挂断电话。陈哥，你请了律师？杨慧敏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重新看向手中的协议。小杨，你知道这份协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他摇摇头。时间。我说，签署时间。杨慧敏不明白我的意思。按照劳动法规定，
竞业限制协议应该在员工入职时签署，或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签署。我解释道，而不是在员工已经被辞退，劳动关系即将终止的时候临时拿出来。杨慧敏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而且我继续说道，这份协议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违约金数额。杨慧敏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50万的违约金，对于一个月薪不到2万的项目经理来说，明显过高。我分析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竞业限制的违约金不得超过劳动者在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倍。那应该是多少？杨慧敏忍不住问道。最多6万。我说出这个数字时，杨慧敏明显松了一口气，但我接下来的话让她的心又悬了起来。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我将协议放到纸箱子上，重点是我为什么要签这份协议。杨慧敏看着我，等待着答案。你知道我为什么被辞退吗？我问他。听说是业绩不好，他小声回答。业绩不好，我忍不住笑了。小杨，你刚才不是听我说了吗？我为公司带来了超过2000万的收益，这样的业绩还算不好？杨慧敏低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来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我说，因为我发现了一些不该发现的事情。什么事情？关于那家投资公司的事情。我停顿了一下，更准确地说，关于那家投资公司与华远科技之间不正当关系的事情。杨慧敏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陈哥，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吗？我看着他。那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华远科技的很多项目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而那家投资公司就是幕后的操控者。不可能！杨慧敏几乎是脱口而出。公司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为什么不可能？我反问。商业竞争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很多公司都会走捷径，只是有些捷径是以牺牲公平竞争为代价的。杨慧敏沉默了，她的表情很复杂，既有震惊，也有困惑，还有一丝恐惧。陈哥，就算真的有这种事，你也不应该。他欲言又止，不应该说出来。我替他把话说完。你觉得我应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默默地签了这份协议，然后离开？杨慧敏点点头。可是小杨，你想过没有，如果每个人都选择沉默，那些不正当的行为就永远不会被曝光，受害者就永远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我说这话时，想起了那些在竞争中败给华远科技的公司，想起了那些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失去机会的人。而且，我继续说道，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什么理由？我看着他，笑了笑。因为我也是那家投资公司的股东。杨慧敏愣住了，她张大嘴巴看着我，仿佛看到了外星人。你说什么？我说，我是那家投资公司的股东。我重复了一遍，确切地说，我是最大的个人股东。杨慧敏的脸色变得煞白，她仿佛失去了语言能力，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不相信。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我可以给你看证据。我打开手机里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存放着各种证明材料、股权证书、工商登记信息、银行转账记录。这怎么可能？杨慧敏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语气中满是不敢置信。没什么不可能的。我收起手机。3年前，我用自己的积蓄以及借来的资金，通过几个朋友的介绍，投资了一家刚成立的投资公司。杨慧敏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那家投资公司的名字叫什么？她问道。
上海龙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我说出这个名字时，注意到杨慧敏的表情又变了。龙兴投资，他重复着这个名字。我好像在财务报表里见过这个名字。当然见过，我点点头。过去3年里，华远科技从龙兴投资获得了总计800万的投资，同时也向龙兴投资支付了超过1000万的技术服务费。杨慧敏的眼睛越睁越大。等等，你是说你投资的公司投资了华远科技，然后华远科技又付钱给你的公司？聪明，我赞许地点点头。而且这只是表面的资金流动，实际上龙兴投资还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华远科技获得项目，包括一些不太正当的方式。杨慧敏往后退了一步，仿佛想要远离我。陈哥，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因为我需要一个证人。我说，而且我认为你应该知道真相。什么真相？关于你工作的这家公司的真相。我看着他，小杨，你觉得你这3年的工作有意义吗？杨慧敏被我的问题弄懵了。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自己一直在为一家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润的公司工作，你还会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吗？杨慧敏沉默了很久，才小声说，可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是的，你需要工作，我也需要。我理解他的想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不正当的行为提供帮助。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杨慧敏突然问道。如果你早就知道这些，为什么要等到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也曾经犹豫过。我诚实地回答，3年来，我一边享受着投资回报带来的收益，一边为华远科技努力工作。我告诉自己，只要我的工作是正当的，就没有问题。那是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我想了想，然后说，是那个电话。什么电话？2个月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家被华远科技击败的竞争对手打来的。我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们的老板哭着告诉我，他们因为这次竞标失败，公司面临倒闭，几十个员工要失业。杨慧敏静静地听着，那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沉默实际上是对这种不公平的纵容。就在这时，电梯门再次打开，走出来的人让我和杨慧敏都是一愣，是谢广才，华远科技的总经理，表面上的老板。他身材不高，微微发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很有商人的精明。跟在他身后的是副总经理王成业，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看到我还在大厅里，谢广才的脸色明显不好看。陈正成，你怎么还在这里？他走过来，语气很不客气。谢广才看了一眼杨慧敏，后者立即解释，谢总，陈哥在看保密协议。看什么看？签个字就行了。谢广才的语气很急躁，你被辞退了，还赖着不走。我笑了笑，谢总，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我只是在履行应有的程序。履行程序？谢广才冷笑一声，你还有脸谈程序？他这话让我很感兴趣。谢总，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谢广才的声音提高了几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做的那些事？杨慧敏和王成业都被这句话惊到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显然不知道谢广才在说什么。外面做什么事？我装作很困惑的样子。别装了，谢广才指着我，你以为你做得很隐秘？我早就知道你在搞小动作。什么小动作？谢广才看了看周围，发现大厅里还有其他人在走动，于是压低了声音，跟我到办公室去，我们单独谈。
没必要。我摇摇头，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反正我马上就要离开了，也不怕丢脸。谢广才气得脸红脖子粗，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谢总，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的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我在华远科技工作3年，勤勤恳恳，为公司创造了巨大价值，现在被无故辞退，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反倒恶人先告状。巨大价值？谢广才嗤笑一声，你为公司创造的那点价值，跟你从中获得的利益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这句话让杨慧敏和王成业都愣住了。谢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成业忍不住问道。谢广才瞪了他一眼，回头再跟你们解释，然后转向我，陈正成，你最好识相一点，签了协议赶紧走，否则的话对大家都不好。威胁我？我笑了。谢总，你觉得我会怕威胁？不是威胁，是忠告。谢广才说，有些事情一旦捅出去，对谁都没好处，是吗？我看着他，那如果我就是想捅出去呢？谢广才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你敢？为什么不敢？我反问。谢总，你觉得我有什么不敢的？气氛突然变得很紧张，杨慧敏和王成业都不敢说话，只是紧张地看着我们两人。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刚才那个律师的号码。陈先生，刚才忘记告诉您，工商部门那边已经有结果了，您要求查询的那些资料确实存在问题。我故意开了免提，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到。谢广才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什么问题？我对着电话问道。虽然我心里已经知道答案，经过核查，龙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华远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存在严重的信息披露不实问题。律师在电话那头说道，而且我们发现了多笔可疑的资金往来。杨慧敏捂住了嘴巴，王成业的表情也变得很复杂。谢广才想要阻止我，但已经来不及了。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继续问。龙兴投资通过复杂的股权代持结构，实际控制了华远科技35%的股份，但在工商登记中却没有如实披露。律师继续说道，更严重的是，我们发现华远科技向龙兴投资支付的所谓技术服务费，很多都缺乏真实的服务内容支撑。谢广才终于忍不住了，他冲过来想要抢我的手机。够了，挂断电话。我轻松地避开了他的手，继续对着电话说，林律师，麻烦你把相关材料准备好，明天我会到律师事务所详细了解情况。好的，陈先生。另外，我们已经向相关部门举报了这些违法行为，预计很快就会有调查组介入。挂断电话后，大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谢广才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王成业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杨慧敏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仿佛第一次认识我。现在，我打破沉默，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这份协议了。我重新拿起那份保密协议，在几个人面前晃了晃。谢总，你觉得我现在还需要签这份协议吗？谢广才抬起头看着我，眼中满是怨恨。陈正成，你这是要同归于尽吗？同归于尽？我摇摇头。谢总，你搞错了，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你是龙兴投资的股东，你怎么可能没有参与？谢广才咬牙切齿地说。参与什么？我反问。参与投资吗？那是合法的商业行为。参与华远科技的项目吗？
那是我的本职工作。谢广才愣了一下，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回答。我唯一做错的就是没有早点揭发这些违法行为。我继续说道，不过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你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王成业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计划？我想了想，也不能说是计划，只能说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什么时机？一个能够保护自己，同时又能揭发真相的时机。我说，很显然，现在就是这个时机。杨慧敏突然开口了，陈哥，那我们怎么办？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恐惧和不安。什么怎么办？我看着他，我是说，如果公司真的有问题，那我们这些员工……他欲言又止。你们这些员工是无辜的。我安慰他，你们只是在正常工作，没有参与任何违法行为。但是公司如果出事了，我们的工作会有新的工作机会的。我说，而且说不定还会更好。谢广才听到这里，突然站了起来。陈正成，我们谈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看着谢广才，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愤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望的平静。你开个价。谢广才说，多少钱你才肯保持沉默？这句话让在场的其他人都震惊了。王成业瞪大了眼睛，谢总，你这是……闭嘴！谢广才粗暴地打断了他，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然后他转向我，陈正成，我们都是成年人，应该知道什么叫现实。你想要多少钱？我笑了笑，谢总，你觉得我是为了钱吗？不是为了钱，还能是为了什么？谢广才冷笑，别跟我谈什么正义，什么良心，在这个社会上，一切都是有价格的，包括你的良心。谢广才的表情有些扭曲。良心？良心能当饭吃吗？良心能让公司生存下去吗？他的话让我想起了3年前的自己，那个为了生存而拼尽全力的自己。谢总，我理解你的难处。我说，商业竞争确实很残酷，为了生存，很多人都会做出一些不得已的选择。谢广才看到我的态度有所缓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那你的意思是？但是我话锋一转，这不能成为违法的借口。谢广才的希望瞬间破灭了。500万，他咬着牙说出这个数字。我给你500万，你签了协议立刻离开，什么都不要说。500万，我有些好奇，这是你的全部家当吗？谢广才没有回答，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这个数字对他来说确实不小。谢总，你知道吗？3年前我投资龙兴投资的时候，只花了20万。我说，而现在我在龙兴投资的股权价值已经超过了1000万。杨慧敏倒吸了一口冷气，所以500万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我继续说道，更何况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什么东西？谢广才问道。比如内心的平静。我说，比如晚上能够安然入睡的权利。谢广才沉默了，他知道自己的最后一次努力也失败了。就在这时，大厅里突然响起了脚步声，一群穿着制服的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性，胸前带着执法证。请问哪位是谢广才先生？为首的执法人员问道。谢广才的脸色瞬间变得死灰。我就是。他的声音很微弱。谢先生，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现在需要您配合我们的调查。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件，这是调查通知书。谢广才接过通知书，手在颤抖。王成业想要说什么，但被另一个执法人员制止了。请各位配合，我们需要查封相关财务资料和电脑设备。
整个大厅顿时忙乱起来，执法人员开始按程序工作。杨慧敏站在一旁，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我走到她身边，轻声说：“别怕，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她看着我，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陈哥，这一切真的是你安排的吗？我摇摇头，不是我安排的，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可是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知道真相总会浮出水面。我说，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执法人员的工作很专业，他们迅速控制了现场，开始查封相关证据。谢广才被带到一边问话，王成业也被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整个华远科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2个小时后，执法人员的工作基本结束了。谢广才被带走接受进一步调查，王成业作为公司高管也需要配合调查。大厅里只剩下我和杨慧敏，还有那个已经被遗忘的纸箱子。陈哥，现在怎么办？杨慧敏的声音很小。现在，我看了看手表，现在你可以下班了。我是说公司会有专门的清算组来处理。我说，不过你放心，员工的权益会得到保障的。杨慧敏点点头，但还是很担心。那我们的工作会有新的机会的。我安慰他，而且说不定比现在更好。说完，我拿起那份保密协议，在杨慧敏面前撕成了碎片。这份协议我不会签的。杨慧敏看着满地的碎纸，苦笑了一下。现在也不需要签了。是的，我点点头。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拿起纸箱子，准备离开。陈哥，杨慧敏叫住了我。怎么了？你真的是投资方吗？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我笑了笑，准确地说，是曾经的投资方。曾经，我已经决定退出龙兴投资了。我说，虽然在法律上我没有任何责任，但在道德上，我不能继续从这种投资中获益。杨慧敏看着我，眼中有了一些敬佩。那你不后悔吗？那可是1000多万啊！后悔？我想了想，也许会有一点吧，毕竟那是一笔不小的钱。但是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我说，比如能够坦然面对镜子中的自己。说完，我向门口走去。陈哥，杨慧敏再次叫住我，还有什么事吗？谢谢你，他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了真相。我点点头，没有说话。走出华远科技的大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我工作了3年的大楼。夕阳西下，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黄色的光芒，很美，但也很虚幻，就像这3年的经历一样。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律师林刚杰的电话。林律师，关于退出龙兴投资的手续，麻烦你尽快办理。陈先生，您确定要这样做吗？那可是一笔巨额资产。确定，我说，有些钱拿着不心安。挂断电话后，我继续往前走。街上的人很多，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刚刚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正义的胜利。虽然这个胜利付出的代价不小，但我觉得值得。3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内心的平静，那种久违的能够安然入睡的平静。我拎着纸箱子，走向夕阳深处，走向一个不确定但充满希望的未来。身后，华远科技大楼渐渐消失在暮色中。一个故事结束了，另一个故事即将开始，而我终于可以笑着说出那句话：我是投资方，曾经的投资方。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